12星考官全部就位，12重终极轨迹全部解锁待命，顶级推理生死博弈正式开启。又是这里。完美密室。没有机关，没有暗门，没有通风口，物理层面绝对封闭。那么，破绽一定在逻辑本身。不可能，一定有破绽。暗夜，你以为你在破解轨迹？不，你本身就是轨迹的一部分。你以为你是神，其实你只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。各位同仁，我是安叶，本校推理侦探社现任社长，专攻逻辑推演、密室轨迹拆解与犯罪心理侧写。在校4年，参与27场推理赛事，未尝一败。我始终认定，世间所有人为布局，皆存破绽，一切伪装假象，皆能溯源。今日，我会破了这个局。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所有人都被双重密室和不在场证明骗了，凶手不是外人，是死者的养子林默。第一间密室，他用鱼线穿过门锁扣，从通风口回收，制造反锁假象。第二间密室，他根本没有离开，而是躲在衣柜的夹层里，等警方破门后混在人群中逃走。死者是右撇左手边，笔身上的流水痕迹，角度只有左撇子握笔才会留下。所有嫌疑人里，只有林默是左撇子。完美，太完美了！这是我当评委20年来见过最惊艳的推演。本届全国高校终极推理大赛总冠军安叶，大赛历史上第一个满分冠军，断层碾压夺冠。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。我的逻辑推演、极致观察、破局思维，从未消散半分。只是世俗现实，再也不肯给我一次翻盘的机会。您好，安叶先生，这里是银行法务催收部，您名下50万贷乙逾期，累计欠款含牙息恭敬已58万元，我方已多次短信电话通知。我暂时无力偿还。安先生，我们核查过你的学籍履历，可惜太过自负，恃才傲物，入室爆仓，偷掷人生。我们见过太多你这样的聪明人，最后无一例外栽得身无分文，满盘皆输。我知道流程，给我一点时间。没有时间，
银行不接受拖延，不同情落魄，市场输赢是你的事，欠债还钱是律法规则。凌晨之前，要么还款，要么应数。你曾经再风光，再天才，在债务和现实面前一文不值。这是什么？凭空出现的邀请函。12重终极轨迹，12种完美犯罪。那这真实的诡谲之意，我便亲手赢回所有一切。我最擅长的从来不是投机逐利，我真正的天赋是拆穿所有谎言，看透一切人为诡计。世人畏惧生死博弈，我从不畏惧。检测到适配者安叶，身份匹配高阶推理天赋持有者，成功入局12星鬼局。本局铁律：一旦踏入，终生无退，唯有破局方可重生。12位星座考官，执掌12桩完美犯罪。2. 每位考官拥有一种专属终极轨迹，全局总计12种无解天谜。3. 所有诡局皆以虚构为外壳，真实为内核。4. 斩尽12鬼，获1000万财富，重获新生。这里没有资本无常，这里所有棋局皆为人不人为操纵，有迹可循。12星考官全部就位，12重终极轨迹全部解锁待命，顶级推理生死博弈正式开启。有趣，今日我以推理为任，破开世间所有人为之恶。12星鬼局就从白羊座开始吧。今日暗夜斩之。你们布下的虚妄，我亲手拆解；你们藏匿的罪核，我亲手揪出；你们设下的诡局，我亲手破尽。我失去的所有荣光与人生，我亲手尽数赢回。当前时空：2008年3月3日凌晨2点17分，雾城滨海老城区白洋大厦，暴雨。这是哪儿？我这是魂穿了。白羊座的题吗？有意思。陈杰，我跟你说清楚，从今天开始，每晚10点后，禁止任何人踏入实习层半步。无论听到任何声音，发生任何事，都不许上楼打扰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李总。什么声音？
人捡女人在哪儿？赶紧过来！周叔，我在这儿，刚刚在西侧楼道巡逻。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17层，盛远投资的李浩死了，死在办公室里了，满地都是血，太吓人了！我刚刚例行巡楼，10点之后我从来没上过17层，我听到楼上有奇怪的响动，呜呜的，像哭又像喊。我不敢上去，拿对讲机喊你，你没回。走到17层楼梯口，我看到盛远投资的大门被黑色胶带封死了。我使劲敲门，也没人理。我越想越害怕，就下楼来找你。结果你不在休息室，我又在楼道里找了你半天才找到你。陈杰，你老实说，你昨晚是不是上去过？李浩之前是不是跟你吵架了？拖欠你3个月工资的事儿，你是不是记恨了？我10点半按惯例巡楼，只在17楼楼梯口停了1分钟，没进门。李浩之前叮嘱过我不敢乱闯，工资的事儿我没记。真的？你真的没进去？那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半天都没找到你。我去地下室检查水泵了，最近水泵老是出问题，我怕半夜漏水。喂，110吗？白洋大厦，白洋大厦死人了，你们快来！完了，这下完了，白洋大厦这下彻底完了。我刚才上来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我喊了好几声，没人应。我想撕胶带，但根本碰不到，它在里面。我从外面连个边都抠不到，我从玻璃往里看到胶带密室，凶手如何做到从里面用胶带锁门后又出来呢？周叔，警察来之前，咱们要不要先把现场保护起来？先保护起来，我守着，你去等警察。周叔，我去拿封条，仓库有警示牌。算了，一起下去。怎么了？谁的烟？大厦禁烟都好几年了，谁会在楼道里抽烟？找到了，走吧，上去。陈姐，你刚才说你10点半巡逻的时候，只在楼梯口停了1分钟。对。那你有没有看到胶带？没有，那时候17层的灯是黑的，我没往里走。那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昨夜巡逻时，我听到过呜咽声。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。没有，今晚什么都没听到。不对劲儿啊，陈姐，我总觉得不对劲儿。哪里不对劲？李靠这个人，虽然脾气臭，但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。他破产了是没错，但他还有翻盘的机会。他跟我说过，他在等一个电话，说有人要收购他的债权，要是自杀，他怎么会？要么有人杀了他，然后用胶带封死了大门，但胶带是从里面封的，凶手到底怎么离开的？也就是说，凶手等于在告诉全世界，这是一个密室杀人案，凶器的类型、具体的死因，以及最核心的胶带到底是怎么贴上去的。
谁第一个发现的？是我叫周长山，是大厦的管理员。我巡楼的时候看到胶带，喊人没人应，从玻璃里看到一只手，就赶紧报警了。你呢？我叫陈杰，是大厦的夜班保安。周叔喊我上来，我就跟着上来了。我之前在楼下巡逻，没上来过。10点以后都没上来过？没有。李总交代过，10点后不让人上17层。他亲自交代你的。3天前，所有人都交代了，还是只交代了你？只交代了我。进。不对，黑色的血拖痕。老方，这伤口能判断是什么刀吗？普通的裁纸刀，文具店10块钱一把的那种。刀刃长10厘米左右，血口非常锋利。这种刀割纸型杀人需要很大力气。对，人的肋骨之间有肌肉和软骨，虽然是薄弱点，但也不是随便一刀就能捅进去的。要一击致命，凶手的手劲儿必须很大，所以凶手很专业。不一定专业，但至少很果断。要么是练过。人在极度愤怒或极度恐惧的情况下，肾上腺素飙升，力气会比平时大很多。门窗呢？全部锁死。一共3扇窗，都是内开式，全部在内部插销锁死，插销正常，没有撬动痕迹，外墙没有攀爬痕迹。17层，外面是平滑玻璃幕墙，壁虎都爬不上来。通风口呢？天花板有中央空调出风口，但格栅完好，螺丝都在原位，没有拆卸痕迹，而且出风口尺寸是60×40，成年人不可能钻进去。有没有其他出入口？没有，这间办公室只有一扇门，就是通向外面的玻璃门。外面的大门就是刚才被胶带封死的那扇。死者受伤后还爬了一段距离，他从这里往门口爬，手上沾了血，但他没能爬到门口就死了，死于失血过快。我初步判断，死者在心脏中刀后仍然存活了一段时间，可能是1到3分钟。心脏被刺穿后，血液循环不会立刻停止，大脑还能维持短暂供血。在这个时间里，死者有意识，能感觉到剧痛，能做出爬行、呼救等行为。但他没能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应该是力竭了。心脏被刺穿后，每次心跳都会加速失血，几秒钟内血压就会骤降，四肢供血不足，力气消失得很快。那就奇怪了。死者是被裁纸刀从背后一刀刺穿心脏，凶手进他的办公室，要么是趁他不备，要么是和他发生了冲突。不管是哪种情况，现场都应该有凶手的痕迹，脚印、指纹、毛发、衣物纤维，而且死者被刺后还能动。那就意味着凶手要么已经离开了现场，要么还在现场，但死者没有向他求救。但从现场来看，死者是自己从办公室里爬出来，想要打开那扇被封死的大门。他在临死前拼命想要开门，说明他知道门是封死的，也知道封死之后没人能进来救他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凶手是怎么离开的？大门的胶带是从内部封的。你是大厦保安，这栋楼你最熟，这栋楼里有没有暗道？有没有夹层？有没有任何我们看不到的出入口？没有，这栋楼是1998年建的，钢混结构，没有夹层。我巡楼巡了3个月，每一层格局都一样，实心墙，没有暗门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你今晚10点以后在哪里？有什么人能证明？我一个人巡逻，先去了1楼，去了地下室查水泵，又去了4楼消防通道，然后就一直在休息室待着，直到周叔喊我。也就是说，10点之后你独处，
始终是独处状态，没人能证明。对，而你身上有大厦所有楼层的全套钥匙。对。你和死者有过纠纷吗？他欠我3个月工资，一共15000，我找他讨过2次，他把我骂出来了，但我没有记恨。今晚你先留在大厦里，不要离开，随时配合调查。是。越是看似完美的密室，越不能太早相信任何一个答案。凶手真正想让所有人盯住的问题，往往就是最容易把人带进死胡同的问题。手机呢？找到了，在办公桌底下，屏幕碎了，但还能开机。能解锁吗？最近一通电话，凌晨1点58分拨出，备注是沈念，但电话没有接通，通话时长0秒。沈念是谁？查这3个人。是。苏曼、赵启明、林燕。李浩在死前几乎把所有可能恨他的人都主动叫向了白杨大厦，威胁求救，还是早就预感到自己会死，故意把这些人拖进局里。李靠，我最后劝你一次，不要再碰18层那件事。你已经破产了，至少别把所有人都拖下水。晚了。李靠，我再给你1天，钱还不上，我就亲手把你从17层扔下去。这个赵启明，重点查。是。林律师，拆楼之前最好先问问18层那些死人答不答应。保险柜在哪儿？周长山，陆队，这个保险柜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不要在现场强开，整柜封存，带回队里。所有经手人员登记。是。李浩死前给你发了这条短信，你收到后为什么没有报警？因为我不想再管他的事了。可你还是来了刑侦队。那是因为他死了。你恨他？5年前，盛远投资刚成立，只是一间不到80平米的小办公室。苏曼，今天又是你第一个到。那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公司要散了，他亲自煮了一锅泡面，往每个碗里加了火腿肠和煎蛋。盛远不会倒。那一刻，我是真的相信过他。因为我穷过，我知道人穷的时候，只要有一点机会，就会把命压上去。那一刻，我是真的相信过他。我相信他会带着我们翻身。苏曼，盛远有救了！李靠，这是什么？别问。你是不是碰了不该碰的东西？这个世界上没有该不该，只有值不值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就彻底疯了。怎么疯了？他开始查8年前18层火灾，说那场火不是意外，有人靠那场火吞了钱。可怕到什么程度？他逼我改账。
盖什么章？我没有。这种胶带你见过吗？见过，在盛远投资前台抽屉。这卷胶带是你买的？我是买过，3天前打包清算资料。李浩死前3天，你刚好买了和封门胶带同款的黑色布吉胶带。那不是我封的门。我还没说门是你封的。昨晚凌晨1点41分，你收到短信时在哪里？家里，没有人证明。你车上的行车记录仪，昨晚凌晨1点50到2点20之间没有记录。我关了，我不想让李浩知道我可能去过。可能去过。我开到白洋大厦附近，不记得几点，我不敢上楼，我怕他真的把那本交出去。你收到短信后去了白洋大厦吗？去了。几点到？2点20左右。李浩2点前后已经遇害，所以我没杀他。这不是你说了算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气话，你威胁过他不止1次。他欠我800万，我不能骂他。骂人和杀人之间，有时候只差1步。我会让他跪在我爸病床前，把欠我的钱一张一张烧给自己。你和李浩以前关系很好。好？有多好？好到我爸说我眼瞎。启明，你信不信3年之内，盛远能进雾城金融圈前10？你吹牛能不能打个草稿？我不是吹牛。你看那一栋楼，里面坐着的人有几个比咱们聪明？他们只是比咱们早上桌。那咱们呢？咱们把桌子掀了，自己摆一桌。兄弟，跟我干！亏了怎么办？亏了我赔你。生意场上最不能信的就是兄弟2个字。爸，他不是那种人。你骗我！启明，生意嘛，有赚有亏。那是我爸的养老钱。你自己签的字。爸后来真住院了，脑梗。他躺在病床上，半边身子不能动，还问我钱要回来了吗？我说快了。其实我知道。所以你恨李浩？恨到想杀他？我天天都想。法医说，刺入李浩后背那一刀需要很大的力量。你练过拳？年轻时候练过散打。右手手背这道帮怎么来的？打架。和李铐？1个月前，我在白洋大厦地下车库堵过他。动手了？动了。你打了他？他活该。昨晚14层楼梯转角发现一个烟头，蓝色过滤嘴，雾城本地廉价烟。你抽这个牌子？很多人都抽。烟头上有牙印，你左侧犬牙缺了一角。我去过白洋大厦，但我没上17层。那烟头为什么在14层楼梯？我不知道。你不是说2点20才到？我记错了。记错多少？赵启明，你昨晚到底几点进的大厦？2点前。继续说。我收到短信后，就开车去了白洋大厦。几点？1点50左右到楼下。为什么撒谎？因为我确实上楼了。到几层？14层。为什么停在14层？我在楼梯间抽烟。然后呢？我听见楼上传来一声响。什么响？像有人摔门，
也像有人撞到玻璃。你上去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我怕自己真控制不住。我当时手里带了刀。什么刀？折叠刀。现在在哪儿？扔了。扔哪儿了？不记得。赵启明，你现在比刚才更像凶手了。你背后的人是谁？客户。客户是谁？陆队，这涉及委托保密。人死了，你还在跟我谈保密？正因为人死了，程序才更重要。李浩威胁过你？威胁过很多次。为什么？2个月前，李浩第一次来找我。林律师，聊聊。我们之间没有私下聊的必要。白洋大厦不能拆，这是产权方的决定。产权方？他们要是知道18层还有东西没清干净，还敢拆吗？他还活着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死人不会开口，但活人会。第2次见面是1个月前，地点变成了白洋大厦17层。林律师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死人留下来的嘴，只要我打开它，他就会替我说话。你在勒索？你们律师说话就是难听，我这是交易。你要多少钱？3000万。你疯了？我没疯。盛远完了，我也快完了，我只剩这一次机会。第3次见面是昨天下午。告诉你背后的人，今晚12点之前不给钱，我就把东西交出去。东西不一定能证明什么。那就试试。林律师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什么吗？明明怕得要死，还非要装得干干净净。你很讨厌李浩？很多人都讨厌他。我问你，是恨他吗？谈不上。他死了，你松了一口气。18层弱电井的监控线路被人动过，这和我有关。白洋大厦上个月做过一次拆迁前安全评估，评估单位由你们领律所联系，所以那次评估人员进入过18层弱电井。昨晚案发前，17层和18层监控同时出现短暂雪花干扰，时间点刚好覆盖关键人物行动路线。陆队，你怀疑我干扰监控？我怀疑你有能力安排人提前动手。这很荒谬。荒谬的是，昨晚你说自己2点16分离开律所，但你律所楼下监控显示，你1点35分就离开过一次。那41分钟，你去哪儿了？你不是很懂程序吗？现在回答我的问题。见客户。哪个客户？不能说。在哪里见？车里。有记录吗？没有。一个白洋大厦拆迁项目的律师凌晨1点35分离开律所，消失41分钟。与此同时，白洋大厦监控被干扰，李浩被杀。林燕，你真觉得自己嫌疑很小？陆队，我提醒你，我没有杀人。我也提醒你，很多杀人案里，最会说我没有杀人的人，未必最干净。
沈念是谁？一个孩子。什么孩子？8年前18层火灾里活下来的那个孩子。你和他什么关系？我救过他。我想再进去，可门塌了，我进不去了。后来他被亲戚接走了，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。可是过了半年，他给我寄了一封信，我那天看了很久，我觉得至少他还活着。你一直和沈念有联系？偶尔。为什么之前说不认识？因为我不想把他再拖进来。拖进什么？李浩认识沈念吗？他是不是拿沈念威胁过你？他找过我。什么时候？3天前。说了什么？周长山，李总，你还记得沈念吧？看来记得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他现在过得不错。你想干什么？别这么紧张，我只是想告诉你。有些人以为躲了8年，就真的能和18层那场火没关系了。周叔，你老了，别激动。李浩，你敢碰他，我跟你拼命！跟我拼命？你当年不是已经拼过一次了吗？结果呢？他爸妈还是死了。我不想动他，但如果我活不下去，谁都别想好过。所以你恨李浩，恨到想杀他。陆队，我今年56了，我胆子小，怕事儿，连杀鸡都不敢看。我这辈子唯一做过的勇敢事儿，就是8年前冲进18层，把那个孩子背出来。我不想让带他回到那场火里。这个可能还能修。修。他真的找到了。所有人继续留在队里，录音修复前，谁都不准走。门打不开，谁把门锁了？孩子呢？念念呢？念念在哪儿？外面有人，开门！求求你们开门！不能开，钱还没赚完，现在开门，全完了。这不是事故，消防门是从外面锁的，账本在柜子里。念念要活下去。18层火灾案重新立案，保险柜给了每个人更重的动机。苏曼害怕账册翻出灰色账目，赵启明更可能为了钱和仇动手。林燕背后的客户绝不希望拆迁项目被这份录音撕开。
老周则最不愿沈念再次卷入火灾，所有人的嫌疑没有减少，反而更重了。陆队，胶带检验有结果了。说，门把手附近几道黑色布迹胶带上，检测到死者李浩的血迹和唾液，其中一道胶带的断口有明显齿痕，初步判断是被人用牙咬断的。能判断是谁咬的吗？唾液高度疑似死者本人，但还要做完整 DNA 比对。如果胶带是凶手贴的，为什么会有死者唾液？暗夜依旧没有说，现在还不能说，因为只解开密室还不够，必须把所有人的嫌疑逐个推到顶点，再一一排除。最后那个人一定会无处可逃。距离白羊诡局开启已经过去14个小时，系统没有给出失败提示，说明真相还在可触及范围内。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线索，可是线索太多，反而像一团缠死的线。苏曼买过同款胶带，关掉行车记录仪，承认到过白杨大厦附近。赵启明提前进过大厦，14层烟头和他有关，还承认带过刀。林燕有能力接触监控线路，案发前离开律所41分钟，且背后客户与旧案利益直接相关。老周和沈念关系最深，听见小念反应异常，库达上还有疑似18层交汇，甚至陈杰，也就是我这个身份，同样没有摆脱嫌疑。陈杰，每个人都有动机，每个人都有漏洞，每个人都像凶手。你从现场回来后一直很安静，我害怕。你不是害怕，你是在想。这个人不是你。你的身高比画面里的人高一点，肩线也不一样。技术科刚做了初步比例分析，虽然画面模糊，但可以基本排除你。排除一切可能性，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，它有是真相。陆队，我想回白杨大厦。现在？为什么？因为答案不在审讯室，在那扇门前。走，带上所有人。是时候解开这些疑惑了。你说，这不是凶手制造的密室？什么意思？从一开始，大家都被一个问题困住了：凶手是怎么从疯子的办公室里出去？但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。凶手没有从密室里逃走，因为凶手根本没有进去。凶手没进去，那李浩怎么死的？李浩不是在办公室里被刺伤的，他是在门外，也就是这里。这些血点一直被忽视，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办公室是第一现场。但如果仔细看，就会发现既不是现场采的，也不是转移污染。后续检验确认，门外血点属于死者李浩。李浩在门外中刀，逃回公司，他关上门反锁，但他知道外面的人有钥匙，他重伤失血，没有力气搬桌子柜子，所以他选择了最精最容易操作的东西——胶带。黑色胶带不是凶手制造密室之的工具，它是李浩用来求生的工具。胶带贴的凌乱是因为他手在抖，断口粗糙是因为他只能用牙咬断。加上检测出死者指纹以及唾液和血迹，所以这是李浩自己封的门。对，这间密室是他自己封出来的。那凶手是谁？苏小姐，你有杀李浩的动机。你什么意思？李浩逼你改账，还用旧档案威胁你。保险柜一旦打开，你这些年处理过的灰色账目也可能一起暴露。你买过同款黑色胶带，关掉行车记录仪，去过白杨大厦附近，这些都让你很像凶手，但你不是。你是财务主管，习惯处理文件和账目。如果你要制造密室，胶带会贴得规整，至少会保证门缝完全封死。可这扇门上的胶带很乱，有些地方重叠，有些地方甚至露着半指宽的缝。这不是一个清醒的人设计出来的机关，这是一个手忙脚乱贴出来的痕迹。你买过胶带，但胶带不是你的杀人手法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听见小念这个名字时，第一反应是茫然。你害怕的是赵，不是沈念。赵先生，你也很像凶手。
不用你提醒。李靠欠你800万，害你家破人亡。你练过散打，有足够力量从背后一刀刺入。你提前进过白洋大厦，14层烟头也与你有关，还承认当晚带过刀。那你凭什么说服不是我？因为那枚烟头。14层转角的烟头，最开始看起来却是你的嫌疑。蓝色过滤嘴，烟嘴有牙印，和你的牙齿缺口吻合。所以呢？所以它证明你没有在17层杀人。那枚烟头不是随手扔下的，烟灰还保持着完整弯曲形状，过滤嘴有明显咬痕，说明你当时不是匆忙路过，而是在14层停了至少1-2分钟。你在压火，你在犹豫，你确实想上去找李浩，甚至可能真的带了刀。可你没有立刻上楼，而案发关键时间，监控里的人动作很轻，敲门3下，等李浩出来。可你当时在14层楼梯间抽烟，听到楼上动静后，并没有继续往上走。如果你真是凶手，绝不会留下这么显眼的破绽。你不会把最能证明自己到现场的烟头留在14层，再去17层敲门杀人。你不是没想杀他，你是还没来得及动手，李浩就已经出事了。还有你的折叠刀，你说你带了刀，又说扔了，这让你看起来非常可疑。但李浩背后的伤口是普通裁纸刀造成的，刀刃薄，血口宽度固定，这和你那把折叠刀不符。伤口形态确实更符合裁纸刀。林律师，轮到我了。你也很像凶手，你有拆迁利益牵扯，你背后的客户不想18层火灾旧案重启。你案发前离开律所41分钟，无法解释。白洋大厦的监控线路也曾有你们项目评估人员接触过，听起来足够逮捕我。但你不是。你想要的是控制保险柜里的证据，不是让李浩死。李浩活着，证据可以交易；李浩死了，警方必然封锁现场。他死了，对你背后的客户最不利。所以你不是这起密室案的凶手。周叔，你第一次下楼找我的时候，说你看到李浩死了，满地都是血。可盛远投资的门是磨砂玻璃，灯光又暗，从外面最多能看到李浩的手，或者模糊看到地上的阴影。你怎么知道满地都是血？你说你是巡楼时发现尸体，但你裤脚上沾着湿泥，我一开始以为是天台的泥，后来才知道那不是，那是18层封存区的焦灰混着雨水形成的黑泥。你去过18层？还有监控，凌晨1点52分，那个穿保安制服的人从西侧消防通道出来，站在盛远投资门口，敲了3下门。画面看不清脸，但看得清动作。他的左肩比右肩低，走路时右脚落地略慢。周叔，你常年巡楼，腰不好，左肩下塌，右腿以前摔伤过。这个走步和你一样。最关键的是小念。李浩临死前写下这2个字，苏曼不知道他是谁，赵启明只知道18层的幸存者，林燕知道沈念存在，却没有半分情感反应。只有你听见这个名字时，第一反应不是疑惑，是害怕，因为沈念不是线索，他是你这8年活下去的理由。陈姐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从你说满地都是血开始。我果然还是不会撒谎。周长山，李浩是不是你杀的？是我捅的。昨天晚上，李浩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，既然所有人都不想让他活，那他就把所有人都拖回18层。我怕，我真的怕。这些年，小念好不容易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，
他不该再被拖回来。哎，我老周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准备打给他。李总，我求你，别找他，他已经够苦了。周叔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你根本没做错，却摆出一副赎罪的样子。我没救下他爸妈，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可他是无辜的，我也无辜啊！我破产了，所有人想弄死我，谁放过我？那是你的债，我的债。周长山，你别忘了，沈念能活是因为你把他抱出来了，可他爸妈死了，你救了他也毁了。你别说了。我现在给他打电话，我要告诉他，8年前那场火不是意外。我要告诉他，他爸妈是被人关在里面烧死的。不要！你还真想跟我拼命？来啊，你敢吗？李总，你疯了！我不是想……我不是不想救他，我是不敢开。我知道我开了门也来不及了，我怕。所以我拿走了刀，去了18层。我想把它丢掉，可我走到那扇消防门前就走不动了。8年前我也是站在那里，门里有人喊，我进不去。昨晚也是这样，门里有人要死，我还是进不去。不是你进不去，是你不敢进。是我不敢，我杀了人，我也想逃，我还差点害了陈杰。对不起。我认，李浩是我捅的。陈杰，周叔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杀了人，我也知道我这条老命不值钱，可我不能看着那孩子再被他们卖一次。这是小年以前写给我的信，你要是以后有机会见到他，帮我告诉他，周叔叔对不起他。救了人的人，不应该一直哭。他说不怪我，可我自己怪了自己8年。我每晚巡楼，走到17层，就会抬头看18楼。我总觉得那些没出来的人还在叫我。我怕鬼吗？我不怕鬼，我怕他们不来找我。他们要是来找我，至少说明他们还记得我欠他们一条命。眼前这个老人有罪，可他不是恶鬼，他只是一个被大火烧了8年的人。火早就灭了，但他一直没有从里面走出来。陈杰，你还年轻，以后别像我这样。人活着，不能总困在一扇打不开的门前。我会把话带到。恭喜宿主完美破解白羊座谜题，双子座谜题即将开启。当前身份载入：沈燕，25岁，镇抚司特聘推官，精通古法参验，观察力入微，直属大理寺调遣。
双子星门试炼开启，本局主题镜像双生，时空熬点锁定，大晋景和3年3月27申时，京畿镇抚司衙院，雨落时分。沈推官又在看雨。你去城南做什么？城南出了桩案子，浚阳侯府听过吗？陆昭宁的妹妹陆昭魂7天前失踪了，浚阳侯府报了官，京兆府查了7天一无所获，今天早上找到了。在哪里找到？浚阳侯府后花园的池塘里，已经泡了7天，面目全非，但身上的衣裳、首饰，还有手腕上那枚翡翠镯子都对得上。浚阳侯府的人已经认了尸。那应该就是京兆府的案子，怎么惊动了大理寺？因为今天下午，京兆府的仵作验完尸，写了份格目呈上来，你看看这个。你是说陆昭恒是闺阁小姐，从未受过剑伤，也从未摔断过腿。这具尸体上的伤属于一个习武之人，而且陆昭恒的侍女认出了那枚翡翠镯子，她一口咬定说是小姐的镯子。但他失踪那天，这侍女又亲眼看见他家小姐带上了那枚镯子出门，所以镯子是陆昭恒的。镯子、衣裳、发簪都是陆昭恒的，唯独这具尸体不是陆昭恒。京兆尹怎么说？京兆尹周大人把案子推给了大理寺，他说这案子牵涉侯府，惹不起，让我们大理寺去查。你们大理寺卿呢？清正大人把这个案子交给了我。沈推官，我需要你帮我，这案子不太对。这种程度的表情控制，这个人不简单。霍教头原是北境军中的叶不度，因伤病退了下来。这半个月来，府里上下多亏有他。死者左足踝陈旧性骨折，右肩胛剑伤旧痕。陆昭恒小姐可曾受过这些伤？没有，赵皇从未受过这些伤。镯子现在何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陆昭恒小姐有几枚那样的翡翠镯子？1枚，母亲遗物，内侧刻着昭恒的生辰八字，全天下只此1枚。这半个月来，你可曾发现府中有任何异常？没有，连一丝异常都没有。没有异常，他就像凭空消失了。前者说谎，后者真谎。他在隐瞒什么？小姐失踪后，侯爷就命人封了这栋楼。只有贴身侍女青罗每天进去打扫。陆昭恒失踪那天，府里可有人不在？初期，侯爷去了城外大觉寺，世子去了太学，傍晚才回。霍教头一直在演武场，小姐那天早上还去花园捡菊花。青罗去小厨房煎安神汤，半个时辰后回来，小姐就不见了。你觉得谁最可疑？他说把侯府搜了3遍，一无所获。一个北京叶不度想藏什么？普通人绝无可能察觉。他搜了3遍都没发现异常，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异常。明天分开查，你去查上人，
我去查死者。死者，你知道是谁了？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，陆昭轰的镯子为什么会在死者手上？凶手如果想让死者冒充陆昭恒，应该取走镯子才对。镯子内侧刻着生辰八字，只会更快确认死者。所以凶手的目的不是隐藏死者身份，而是让人以为死者是陆昭恒。那真正的陆昭恒又在哪里呢？也许他正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。像是尸体被推进水里时，手是在石头上刮出来的。霍教头，早。沈推官起得够早。你在北境军中待了多少年？13年。13年夜不渡，你学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不要把任何人的命当命，包括你自己的。第二件事是观察，从一个人的走路姿势判断他是不是在说谎，从呼吸节奏判断他是不是在害怕。所以你到侯府后一直在观察，观察到了什么？老侯爷每天寅时起床练刀，世子读书到深夜，登游天2次。周管事卯时亲自尝第一口粥。青罗每天傍晚去听雨阁打扫，打扫完就站在2楼窗前发呆。陆小姐养的猫失踪后第3天就跑了，再也没回来。你最后一次见到陆昭恒是什么时候？初7，他失踪那天早上，我在演武场练刀，他带青罗过来折桂花，问我在北境有没有见过桂花。我说北境只有风沙。他笑了笑，说那他替我多折2株。多谢霍家头，我该去京兆府了。沈推官，你说你是来查死者的，但我觉得你更像是在查活人。初7那天傍晚，你去小厨房煎药，药是你亲手煎的。是奴婢亲手煎的。奴婢端着药回听雨阁，发现小姐不在，庄严本来是合上的，回来时被人打开了。庄南里少了什么？一枚翡翠镯子，就是后来在小姐身上发现的那一枚。那天早上是奴婢亲手给小姐戴上的。小姐说那天是个好日子，要带母亲留给她的镯子。什么好日子？奴婢不知道，小姐没说。她是真的不知道。那天小姐穿的是什么衣裳？欧湖色织锦短襦，配月白挑线裙，就是池塘里那身衣裳。这些碎片，缺一个能连接一切的人。我要去见一个人，一个能告诉我尸体到底是谁的人。谁？镇抚司推官沈燕。阁墓不是已经送去了吗？还有什么好看的？阁墓上写的我都看了，我想看阁墓上没有写的。这具尸体生前是一个习武之人，真刀真枪上战场的那种。何止，
你看他右手无名指，左耳垂的耳洞是江湖帮派的标记。所有的特征都指向边军，而霍萧来自北境边军，这不是巧合。叶不渡，霍娇也是北境叶不渡出身，难怪霍娇他不会搜不到，除非他不想搜到。你查到什么了？死者不是陆昭恒，是北京叶不渡一个叫秦霜的女人。秦霜、叶不渡、霍萧也是叶不渡的。他们应该认识。一个叶不渡退役的护院教头，他的同胞死在了侯府的池塘里，这不足以证明他杀人，但足以证明他在说谎。我今天上午查了下，全部有不在场证明，除了霍萧，他初期有时在演武场练刀。小厮说去送水时只看到刀在架子上，人不在。但他说他去了茅房，一盏茶的功夫。一盏茶吗？从演武场来回正好。没错。我去和他谈谈。霍降头，你认识秦霜吗？认识。叶不渡第7队的，他是你什么人？她是我师妹，同乡同门，同年入伍。他爹和我爹是战友，都死在了北京战场上。我爹临死前把他托付给了我，他是你的责任。是，一直都是。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认识死者？因为我不确定，尸体被水泡了7天，面目全非，我认不出他的脸，而革墓上写的旧伤，我告诉自己也许是巧合，也许是另一个人，但你心里知道不是。你搜了3遍侯府，真的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？真的没有，没有密道，没有暗格。尸体如果从岸上扔，但岸边没有任何拖拽的痕迹，只有几道被手势刮擦的心痕，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？觉得，所以才觉得能做到这件事的人，必须对侯府的布局了如指掌。所以你觉得凶手是侯府的人？没错，或者有侯府的人帮忙。霍教头，你觉得谁最有可能帮凶手？我不知道，但如果你要查，就从世子查起。为什么？因为小姐失踪的那天，世子不在太学，但太学的签到簿上有他的名字。门房说，世子午后出去了一趟，一直没有回来。霍萧，初期有时，你在哪里？演武场练刀，可有人证？小厮阿福来送过一趟水。是我去送的水，但是当时演武场上没有人，我就看到了刀放在架子上。霍教头，你当时在哪里？茅房，约摸一盏茶的功夫。周管事，演武场距离听雨阁有多远？约摸半炷香的脚程。霍萧，你认识秦霜吗？认识。他是你的同袍，叶不渡第1组的。是。他死在了侯府的池塘里。我知道。初期那天，你去太学找过世子？去过。小姐失踪了，我去找世子，想问他见过小姐吗？那世子在太学吗？不在。世子，霍萧说初期傍晚你不在太学，但太学的签到簿上有你的名字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我那天确实不在太学，名字是我托童庄代签的。那天午后，我去了城南的延庆坊，
你去那儿做什么？见一个人，一个我不想让家父知道的人。他叫柳如意，是延庆坊云少班里的琴师。他可以作证。可以，云少班的班主、伙计、那日的客人，所有人都可以作证。我待到了戌时末才离开。世子，此事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为何要隐瞒？因为家父已经为我定下了亲事。如意的事，我不想节外生枝。你妹妹知道这件事吗？知道，赵恒是唯一知道的人。他说：“哥哥，你若真心喜欢那位姑娘，就娶她。父亲那里，我帮你说。”真实的愧疚和怀念。世子，初七那天，陆昭恒说是个好日子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吗？他没有跟我说过这句话。那天他来找我，只是说会帮我保守秘密。他看上去心情很好，但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他是真的不知道。嘿，大人，您找谁？柳如意，柳姑娘。柳姑娘说她今日身子不适，不见客。民女柳如意，见过大人。初七那天又是，世子陆昭宁是不是在云韶班？是，世子那天未时便到了，一直待到戌时末才走。这里有3个常客，都能作证。你和世子的事，陆昭恒知道吗？世子说他妹妹是唯一知道的人，他妹妹还托世子给我带过东西。这是他妹妹的。你最后一次见到陆昭恒是什么时候？民女从未见过陆小姐，我只见过世子。那你对陆昭恒的印象是什么？世子每次提起他妹妹都会笑，那种笑不是客套，不是敷衍，是真的开心。他说他妹妹是最懂他的人。那你觉得他会伤害他妹妹吗？大人，你在怀疑世子？我在问你的感觉。不会，世子不会伤害他妹妹。他提起他的时候，眼睛里那束光是装不出来的。你方才说你今日身子不适，是哪里不适？只是有些头风，不碍事的。他在说谎，他不是身子不适，是刚哭过。他在为某个人哭。陆昭宁的不在场证明成立，且至少4个证人。如果陆昭宁不是凶手，那秦霜是谁杀的？真正的陆昭恒又在哪里？秦霜为什么要来侯府？他来京城投奔霍萧，为什么会出现在听雨阁？除非有人带他进去。那个人是谁？霍讲头，秦霜来侯府，是你带他进来的吗？是，初七那天是我带他进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来找我，他在京城没有落脚的地方，想来侯府暂住几天。但他说他只有3天了。什么3天？我不知道，他没有解释。那天傍晚，趁府里人少，我把他带了进来，藏在了听雨阁的耳房里。我回到演武场，等了一转茶的功夫，又回了听雨阁。但是秦霜不见了，耳房是空的。那陆昭恒呢？也没回来。
我以为秦霜自己走了，就没有多想。直到第二天青罗来报说陆小姐失踪了，我搜了3遍侯府。搜到第2遍的时候，我在耳房里发现了秦霜的簪子。搜第3遍的时候，我开始害怕了。我怕秦霜没有离开，我怕我找到她，但你最终没有找到她。直到7天后，她的尸体出现在池塘里。你为什么不早说这些？因为我怕。我怕我说出来，所有人都会以为是我杀了他们。他们2个？你觉得秦霜说的只有3天了，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但他以前在夜不渡的时候，如果他说只有3天，那就意味着3天之后，要么任务完成，要么他死，没有第3种可能。3天，初7到10日，正好是3天。秦霜来侯府是带着一个只有3天期限的任务来的，而陆昭恒的失踪和秦霜的死，都跟这个任务有关。究竟是什么任务呢？如果秦霜是来杀陆昭恒的，为什么死的是秦霜？如果陆昭恒杀了秦霜，他为什么要失踪？如果霍萧是凶手，他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我们？我在想，如果秦霜的死和陆昭恒的失踪是同一件事呢？就像一枚铜钱，正面和反面截然不同，却属于同一枚铜钱。明天我想去查一查秦霜的遗物，他来侯府不是空手来的，他带了一样东西来，一样他在3天之内必须用到的东西，而那样东西可能就是他被杀的原因。北境夜不渡的信号线，金散寺混访，且红色代表危险，撤退，任务失败。秦霜来侯府不是来探亲的，他是来执行任务的。霍萧说，池岸上没有拖拽痕迹。这不是血迹，是朱砂。秦霜的夜不收信号线和陆昭怀的绣线不一样。初7傍晚，青罗离开听雨阁去厨房煎药，听雨阁只剩了陆昭恒。酉时，霍萧把秦霜藏在听雨阁耳房。酉时3刻，青罗煎好药回听雨阁，发现陆昭恒不在，庄严被打开，少了一枚翡翠镯子。酉时末，霍萧回听雨阁找秦霜，秦霜不见了。7天后，秦霜的尸体在池塘里被发现，穿着陆昭魂的衣裳和镯子，脖颈有勒痕。池塘岸边发现朱砂碎屑。青罗，安神汤。陆昭恒的安神汤药方在哪里？药方在老大夫那里，就住在后街第3条巷子里。
陆昭恒的药方有吗？陆小姐的药方，酸枣仁、远志、茯苓、夜交藤，都是些安神的药。这几味药按方子煎出来，味道如何？苦，酸枣仁和远志都苦得很。那如果有人在药里面加了朱砂，能尝出来吗？朱砂有毒，但朱砂本身没味道，放在这么多苦药里，根本尝不出来。如果加半灵朱砂，喝完约莫1炷香的功夫，倒头就能睡着。何大夫，你开的方子里有朱砂吗？没有，朱砂有毒，我不会随便给小姐开这种药。陆昭恒喝的汤里被人加了朱砂，青罗利用煎药的半个时辰离开听雨阁，而陆昭恒这时又正好陷入沉睡，或者假装陷入沉睡。那青罗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任何事。初期那天，青罗照常煎了加朱砂的药，回来时却发现陆昭恒不见了，同时霍萧、藏匿、秦霜的耳房也空了，2个人都消失了。陆小姐的汤被人加了朱砂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朱砂，朱砂能让人陷入沉睡，陆小姐每天傍晚都会睡着，所以你有半个时辰的时间去做任何事。不是，奴婢没有加过朱砂，那药是何大夫开的，奴婢从没有加过东西。那有没有别人接触过药材或者煎药的过程？有一次，大概半个月前，世子来过厨房，他说来看看小姐的药煎的怎么样。他拿起药罐闻了闻，让我给小姐准备些蜜饯。奴婢就去柜子里拿蜜饯，背对着他，就一眨眼的功夫。如果朱砂是那时候加进去的，那么他就是导致陆昭恒昏睡的人。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先回去吧。如果陆昭宏不是受害者，而是策划者呢？如果他和秦霜之间不是凶手和受害者的关系，而是同谋。沈烨，出事了！京兆府差役在老侯爷的书房里发现了这个，是陆昭恒的笔记，但不是陆昭恒写的。你看这封信，这像是女儿写给父亲的告别信吗？且今天才被发现，为什么不是7天前，偏偏是今天在尸体被发现之后？因为有人想做使陆昭恒还活着，只是离家出走了的假象。能把这封信放进老侯爷书房的人，能拿到陆昭恒笔记的人，又能从陆昭恒的失踪中获益的人，陆昭宁。世子，老侯爷书房里发现了一封陆昭恒的告别信，笔记是陆昭恒的，但内容不像是他写的。那封信是我模仿昭恒的笔记写的。我今天早上趁父亲不在，把信放在他书房的抽屉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再查下去了。昭恒没有死，他离开了。初七那天傍晚，他来找我，说他不想再做陆昭恒了。他厌倦了侯府小姐的身份，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他让我帮他。他还认识了京城里一个女镖师，他让那镖师穿上他的衣裳，戴上他的镯子，替他制造失踪的假象。他在说昭恒时语气诚恳，但说女镖师时语速不对，眼神也在闪躲。他在隐瞒什么？那个女镖师叫什么名字？昭皇没有告诉我。世子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？那个女镖师不是藏起来了，而是死了。池中那具尸体就是他。陆昭恒也失踪了。如果他还活着，7天了，他为什么不去找你？他最信任的人就是你。柳姑娘，我来问一个人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秦霜的女子？认识，秦霜是我在幽州时的故人，我们小时候住同一条巷子。她退役后来京城，在云饶班住了几天，
然后说要去见一个故人霍萧。初七那天上午他出了门，从此再没有回来。我初八去侯府找过他，但霍萧说他没有来过。霍萧说他没去过侯府。对，霍萧说他没见过秦霜，门房也说没有外人进府。霍萧在说谎，他一开始否认了。秦霜和陆昭皇，他们认识吗？是我介绍他们认识的，他们一见面就很投缘。秦霜说，陆小姐虽是侯门千金，但骨子里有种不甘心。她说她能从陆小姐的眼睛里看出来，那是想飞鸟的眼睛，被关在笼子里太久想飞的鸟。那只玉兰花簪是陆昭衡托世子送给你的。是，但那不是送给我的，那是托我转交给秦霜的。陆小姐说秦霜一个人在京城，没有首饰装点太寒酸了，但秦霜初期出门之前又把簪留在了我这里，说她办完事回来再取，然后就再没有回来。簪留在了柳如意那里，因为她知道自己可能回不来了，只有3天了。秦霜对霍萧说过这句话，如果霜来侯府不是为了借宿，不是为了见霍萧，而是为了帮陆昭衡做一件事呢？一件只有3天时间的事，一件需要用上夜不度的隐秘技能的事。斥候擅长一件事，伪装。需要马上回侯府，重新审视霍萧。他初期傍晚把秦霜藏在听雨阁耳房，但柳如意说霍萧一开始否认见过秦霜。霍萧在说谎，但他为什么说谎？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霍萧杀了秦霜，所以否认见过秦霜；第二，霍萧在保护某个人。他一开始否认，是想让所有人以为秦霜和侯府没有关系，后来改口，是因为尸体被发现后，他的否认已经失去意义。他在保护谁？霍萧在保护的人不是他自己，他能放在心尖上的人，除了死去的秦霜，只剩下一个人，一个他一直默默守护，却永远不可能拥有的人——陆昭衡。陆昭衡想离开侯府，秦霜想帮他。初期那天，秦霜来到侯府，藏在听雨阁。汤里的朱砂不是陆昭衡加的，是陆昭衡自己安排的。青罗煎完药回来，看到陆昭衡不见了，但其实就在听雨阁里和秦霜在一起。他们互换了身份，秦霜穿上了陆昭衡的衣裳，戴上了他的镯子，而陆昭衡换上了秦霜带来的瓶装术。但计划出了意外，秦霜死在池塘里。那陆昭衡呢？他逃出去了吗？果然，在这里。昭衡妹妹，我查过了，从京城往南最安全的路线是走水路。漕运码头每3天有一班船发往江宁，我已替你买好了初期有时的船票。这张船票夹在信里。我只有3天了，3天后我必须回赤秀营报到，但在这3天里，我会尽我所能帮你离开。初期那天，我会带着你给我的镯子，穿着你留给我的衣裳，沿着你告诉我的路线走出侯府。府里的人会看到一个陆昭衡走出去了，走向花园深处，然后我就消失。你同时从小门离开，霍坚会接应你。如果池塘里有水声，不要来看，直接走，立刻走。落款：秦霜。秦霜不是被人杀死的，他是自己走进池塘的。他用死亡来制造陆昭衡已死的假象，为陆昭衡争取离开的时间。脖颈那道浅浅的勒痕，是他自己用绣线勒的，或者是霍萧勒的。秦霜在池塘边和霍萧见了最后一面，他求霍萧帮他完成这最后一步。霍萧答应了，用他给他的那根红丝线勒了他一下，不致命，只够让他失去挣扎的力气。
这样他溺水的时候不会有动静，不会惊动任何人。霍啸搜了3遍侯府，第1遍在找活着的秦霜，以为他已经成功脱身；第2遍发现了秦霜的银簪，开始害怕；第3遍在找陆昭恒，在找那个应该已经离开却音讯全无的侯府小姐。帮我做一件事，给江宁府发一份急递，查所有码头渡口的过往旅客记录，找一个女子，20岁出头，可能用秦雪的身份，也可能用陆昭恒的身份。重点查有没有一个左撇子，右手虎口有刺伤痕迹的年轻女子。陆昭恒不是右撇子吗？陆昭恒是，但如果他想扮成左撇子的秦霜离开，用左手就很容易在虎口留下刺伤。所以，你认为陆昭恒还活着？秦霜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他。那艘初期有事出发的船，如果陆昭恒赶上的话，他现在应该已经在江宁了。秦霜的信，你看过了吗？他帮陆昭恒离开是因为他觉得亏欠你，你救过他3次，他用自己的命还了你一个陆昭恒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看到信的时候，你在池塘边勒了他一下，对吗？用他给你的那根红丝心，不致命，但足够让他沉下去的时候，没有挣扎的力气。他跪下来求我，他说他只有3天了，3天后必须回赤血营报道。如果这次帮不了陆昭恒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为什么？他和陆昭恒认识才多久？因为他说陆昭恒的眼睛里有和他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不甘心。他说陆昭恒不甘心做笼子里的金丝雀，就像他当年不甘心被卖进拐卖一样。当年是一个夜不渡的女兵把他从人贩子手里赎出来的。那女兵对他说，你不是生来就注定烂在这里的，你可以飞。后来那女兵死了，死在北境的雪地里。秦霜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来得及对那女兵说一声谢谢，所以他要帮陆昭恒。他说这是还债，不是还我，是还当年的那条命。陆昭恒在江宁还活着。从律法上说，秦霜是自杀；从人情上说，你我都知道这不是全部真相。你要把真相公开吗？我是推官，我的职责是勘验真相，但有些真相写不进卷宗。秦霜的信里没有提到陆昭恒知道他会死。秦霜在信里叮嘱陆昭恒听到水声不要来看，这说明秦霜没有告诉陆昭恒自己的计划。陆昭恒以为秦霜会活着离开侯府，所以我的推论是，秦霜独自策划了自己的死亡，为了制造陆昭恒已死的假象，为他争取离开的时间。这是一起自杀案，没有凶手。走吧，我去给秦霜收尸。结案，京兆府和大理寺那边怎么交代？老侯爷那边呢？秦霜自杀，陆昭恒失踪，没有凶手。至于老侯爷，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，不必再失去另一个，哪怕另一个选择了离开。沈岩，这案子你觉得谁是真正的受害者？没一个。这个案子没有赢家。试炼结算完毕，
镜像双生悬案100%完美破局，诡计全解缩，身份置换，自愿替死，谎言闭环，人性双面，4重核心诡计彻底拆解，试炼惩罚过免成功，规避镜像迷宫，永世轮回禁锢，隐藏评级解锁，星轨特级破局者。下一重新门锁定，天蝎座幽影市局。虚妄谎言为尘，镜像真假为影。我以双目看尽世间伪善，以双维推演拆遍天地骗局。白羊破妄，斩尽言语虚妄；双子照影，看透人间皮囊。众生执于表里对错，困于身份牢笼，溺于人情两难。而我安夜，不信人言，不观表象，只看万古真相。双子落幕，双星归位，12星诡局一步一成，一往无前。从此真假镜像皆为过往，下一程蝎影赴星河，毒计破苍穹。天蝎座试炼，静待入局，踏汉称王。